中东的局势越来越看不懂了。继伊朗多个城市发生爆炸，德黑兰西部也传出巨响。在阿拉伯海上空，伊朗无人机冲向林肯号，遭 F-35C 击落。就这情况，总感觉下一秒就会开打。只是根据最新消息，美伊双方又开始谈判了。这一周，美国又不会动手了。那么，当前伊朗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美伊谈判又会是什么结果？距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声援伊朗民众已经过去1个月，美国海空军抵达中东已经过去1周，特朗普仍没有下令发动打击。不过，当前的中东局势已经十分紧张。2月3日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了一封很有分量的邮件，内容简单直接：一架伊朗无人机在阿拉伯海因为离林肯号太近，被 F-35C 直接凌空打爆了。事发地点很有意思，距离伊朗海岸线大约800公里。美军说了，这架代号为见证者139的无人机，飞行姿态非常具有侵略性。林肯号在国际水域乘船之前，已经采取了各种降温措施，比如电子警告、航向拦截。结果这架愣头青就是不听，非要往航母编队的核心去闯。美军的回应也很有特点，直接开火。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的表态更有意思，他说这是一次防御行动，翻译成白话就是你先动手的，我只是正当自卫，顺便试试新战机的准头。不过很明显，伊朗没打算就此收手。就在无人机被击落几个小时后，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又出事了。伊朗革命卫队派了2艘高速快艇和1架无人机去骚扰一艘挂着美国旗的油轮史丹纳号，甚至威胁要登船。结果呢，麦克福尔号在空军的配合下，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，护航油轮安全通过。就结果来看，美伊之间的小摩擦不断升级，火药味已经浓到了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炸开的程度。在海上较劲的同时，伊朗首都德黑兰也没闲着。同一天，德黑兰西部传出一声巨大的轰鸣，尼亚耶什购物中心一个占地2000平方米的超级市场被大火吞没。伊朗官方的说法很老套，派了5个消防站正在全力救援。至于起火原因，无可奉告。过去这段时间，伊朗经历的这种离奇爆炸和莫名火灾好像有点多，从无人机工程到导弹研发中心，再到现在的超级市场。当然，站在美国的立场看，伊朗内部越乱越好。不管这些火星是摩萨德点的，还是伊朗内部反对派干的，或者是真的天然气泄漏，它产生的结果只有一个：伊朗的防御体系正在因为这些琐事而疲于奔命。不过在局势愈发紧张的当下，美伊却开始了谈判。就在大家觉得美军下一秒就会发动空袭的时候，特朗普却突然收手。这就是特朗普最擅长的战略模糊。一方面，他让大批 KC-46加油机前往中东，航母打击群就在伊朗门口转圈，摆出一副随时开火的架势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能达成协议。在2月2日，多家美媒报道，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预计于6日在伊斯坦布尔会面，讨论可能的核协议。土耳其、埃及和卡塔尔也将参加会晤。结果2月4日，伊朗方面突然变卦了，伊朗要求改地方，不去土耳其了，去阿曼首都阿斯卡特，并且只跟美国谈。土耳其、埃及、卡塔尔这些中间人都上一边，我们要双边会谈。伊朗要换地方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当年的核协议最早就是在阿曼秘密勾兑出来的。伊朗想绕开地区盟友，直接跟特朗普对暗号。特朗普也想追求极致胜利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如果能在不动用一枪一炮的情况下，逼着哈梅内伊签下一份投降书，那将是特朗普的高光时刻。不仅能展示他和平使者的一面，还能省下几百亿美元的军费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答应了谈，但结果如何就无法保证了。根据以色列时报的爆料，特朗普为这次谈判设了4个条件：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，停止研发远程导弹，停止资助代理人，善待抗议者。有消息人士称，这些要点被视为基本条件，而非谈判筹码。实际上，伊朗只愿意谈核问题，至于导弹和代理人，那是他们的保命符，想让他们松口难如登天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伊朗不会同意美国的要求。内塔尼亚胡也直接放话了，伊朗这就是在拖延时间，他们根本没打算放弃，美国千万别上当。火力军估计特朗普也知道这些问题，那为什么美国不动手？已经在中东集结了这么庞大的力量，光加油机就几十架，为什么要跟伊朗玩这种口水战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将战略价值最大化，损失最小化。如果谈判能够达成，特朗普就是拯救伊朗人民的 hero。如果谈不成，这几天的谈判期正好是美军进一步完善打击方案，集结后续力量的最佳时机。伊朗还有几千枚导弹对着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，如果直接开打，第一波要是压不住，损失也会很惨重。所以谈判期间也能向中东部署更多的防空系统，寻找伊朗防御体系的破绽。而且大家要注意一点，特朗普是一个极度难以预测的人。在特朗普的字典里，谈判桌和轰炸机是配套使用的。在2026年6月的12日战争里，那时候双方也在谈，结果谈崩了之后，美军的 B-2就直接飞到了伊朗核设施头顶，
把地下的离心机炸成了废铁。现在美军的 B-2、F-35C、林肯号这些大杀器就在伊朗眼皮子底下晃悠。哈梅内伊虽然放狠话，说要让美国面临地区性战争，但特朗普的回应更损，希望过几天能达成协议。如果没达成，就能知道哈梅内伊说的对不对了。潜台词就是，如果你不听话，我的拳头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大错特错。火箭军看法依旧和之前一样，美伊谈判大概率会无疾而终。伊朗不会放弃导弹，那是他们生存的底线。特朗普也不会让步。这两根硬骨头撞在一起，会谈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一旦谈判桌被掀翻，美军的打击将不会有任何预警。可能是在某个深夜，当德黑兰人还在睡梦中时 ，F-35C 就已经完成了对首波防空网的清理。这次美军的方案里明确提到了削弱领袖地位，目标不再是简单的炸几个工厂，而是要让这个政权彻底丧失对外扩张和对内高压的能力。中东的这盘棋，美国有最好的战机、最强的航母，还有最不可预测的最高统帅。击落无人机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。如果2月6日的阿曼会谈不能带回想要的结果，很快伊朗就会见到什么叫导弹袭击。至于伊朗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哈梅内伊会选择签下那份协议吗？还是他宁愿赌一把，拉着整个中东下水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